7年前我跟热恋的男朋友分手，反手和一个80岁的富二代结了婚。男友深受刺激远走他乡，在见面时他却成了商界大亨，而我却成了破产离异的穷光蛋。这次见到杰恩是在一个酒会上，他一身大牌，长相帅气，不熟当红男明星，却不会被人认作是谁的男伴，原因无他，气场太强，一看就不是池中之物。我目光几乎要粘在他身上，这样的窥视也不显得突兀，毕竟大厅里不少人都在偷偷看他。我只觉得他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。小乔，我们上去敬个酒。老板示意我跟在他身后上去攀谈，我能说会道，总是给他拉来价值不菲的订单，也因此颇受重视。可是今晚不一样，他要讨好的行业大拿，是被我甩过的男人。鉴于老板平常对我还不错，哪怕是看在业绩的面子上，我也不能恩将仇报。老板，我这种小喽啰哪里有资格到人家面前晃悠，还是您亲自上吧。我陪笑道，你们年轻人有话题吗？小乔，你这张脸可比我老腊肉赏心悦目，说不准有机会被看上。后半辈子，他给了个男人都懂的眼神，我内心叫苦不堪，真被盯上了。别说我后半辈子，您后半辈子也是没指望了。我再三推辞，还是拗不过，只能硬着头皮跟上。老板带着我去给杰恩敬酒，他微微抬眼，看到了站在老板身后想要隐身的我，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却又隐隐期待他的反应。他却若无其事接过名片，淡淡扫了一眼，随手扔给身后的助理，拉黑。老板愣住，慌忙拉住已经转身的杰恩，吉总，您这是？杰恩的助理上前将老板拉开，而后风情万种的男人勾唇一笑，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语气却嘲讽至极，贵公司什么垃圾都收，谁敢跟你合作？我哪里听不出来羞辱之意，只能微笑点头。季总教训的是，老板顿时回过味来，立马变得脸红脖子粗，恶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哎，我争取过了的。当晚我就被迫从公司卷铺盖滚蛋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钱有势的人，随便一句话就能迎来10000种解读，更何况是这种明晃晃的恶意，众人心里门清。我作为杰恩的心头恨，虽然大家还不知道我得罪杰恩的原因，但哪个头铁的敢用这个潜规则？在我处处碰壁后，忽然想明白了，工作没了，收入也自然没了。房东礼貌地把没钱交租的我请了出去，我对此早有预料，扛着大包小包向物色好的新家挪过去，镇定自若在桥洞底下铺好今晚的铺盖时，一双精致名贵的皮鞋闯入我的视线。我顺着抬头望去，杰恩眉头微皱，语气戏谑，乔大少爷，几年不见，这么落魄了。当初二话不说跟我分手，我还以为你要飞进凤凰窝，原来到头来混的还不如我家狗窝。我看着鲜活又刻薄的杰恩，喉间微动，你什么时候养狗了？他漫不经心绕着头发，7年前养过，畜生养不熟，跑了。原来他养的那条狗是我。我苦中作乐地想着，那天我跟着他回了他的别墅，他告诉我，我现在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跟乞丐抢桥洞，第二个我跟他结婚。我考虑了1/4秒，选择了他的第2个提议。开玩笑，别说让我当他老公，当他的狗我也愿意。婚礼很盛大，所有人都羡慕我，作为一个2婚屌丝男，还能骗到杰恩这样年轻帅气又有钱的男人，不少人惊为天人，纷纷说我手段非凡，暗示我有什么秘诀都拿出来，让兄弟们学点好的。我如实描述了是怎么被杰恩从桥洞带回去的场景，众人啧舌，半晌憋出一句，竟然是天生凤命，凤凰男的凤。那些人一边说着学不来学不来，一边口嫌体直去效仿，一时之间，桥洞成了大热门，桥洞原住民得到了大笔打发钱，软饭男们得到了素街头的新体验，而我身上的负债都被杰恩还清，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。婚礼当晚，我瘫在了沙发上，其实我很高兴，最后那个人还是他，哪怕他对我态度不好，哪怕他跟我结婚可能是另有目的，我都不在意，毕竟是我先对不起他。等他回来，我就把当初的事情原原本本说给他听，不求原谅，只想弥补遗憾。可是他好久都没回来，我迷迷糊糊有了困意，却恍惚间听见嬉笑声，睁开眼皮往门口看过去，只见到我的新婚丈夫正被别的男人公主抱在怀里，男人看起来很年轻，看着我时多了一丝轻蔑，说出的话却语气软糯，哥哥，这就是你捡回来的老公。杰恩这才勉强分了个眼神给我，冷笑一声，还不去客房，留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颠沛流离摸爬滚打才磨练出的厚脸皮在这一瞬间崩溃殆尽，走去客房的背影几乎是落荒而逃。我能对商场油条侃侃而谈，能在上位者面前用一张3寸不烂之舌换来利益，却唯独无法在深爱过对不起过的男人面前示弱。他带回来的那个男孩叫姚思，还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，比我小了整整10岁。在姚思面前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初我们谈恋爱他对我的影子。他在意姚思的想法、感受和需要，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照顾他，给他送礼物，愿意挤出时间陪他。曾经我们也是那样甜蜜过，无数个日日夜夜在彼此陪伴中度过。他的笑容是我的阳光，他的眼神是我的港湾。可如今，当看到他投入地与年轻的姚思暧昧互动时，我感觉自己已被遗忘在角落里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杰恩的报复。毕竟从前我和杰恩一直感情顺利，少有矛盾和争执，直到他一位在国外的师哥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前提是要在国外奋斗3年起步。杰恩很心动，却为了我打算放弃。我当时就笑他傻，国外有什么去不得的？我又不是没钱买机票。身为乔家大少爷，我有的是钱。杰恩脑子转过弯来，懊恼地让我不许取笑他。然而就在准备动身之际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措手不及。我的父亲投资失败，导致家庭濒临破产的边缘，原本美好的计划被迫中断。乔家大少爷有的是钱，乔战却啥也不是。这一突发情况让我深感无力和困惑，身处家庭关系与个人追求之间的两难境地。我的内心矛盾重重，一方面是对杰恩执着于追求事业的理解与支持，另一方面是对家庭责任与担忧的重压。毕竟家庭是根本，是责任所在。然而杰恩代表着我的梦想和未来，我清楚知道，如果当时我不去告诉他真实情况，他一定也不会去了。但我实在没办法在那个情况下抛弃我的父母，跟他一走了之。于是我跟他提了分手，并且跟能拉我们一把的周家联姻。杰恩完全不能相信，不停追问我分手的原因。我怎么能说呢？我只能冷着脸憋着哭跟他说，因为我只是跟他玩玩，结婚人选当然要跟我门当户对。他不肯相信，求着我挽回。看到他的眼泪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这是我爱的男人，我从来舍不得他哭，我却让他哭得这么惨。我一边骂自己真不是个东西，一边火速跟别的男人订婚。看到我订婚戒指那一刻，他终于死心了。我
伤他至深。他此次回来也像变了个人。杰恩无惧外面的流言，带着姚丝见了每一个朋友和合作伙伴，需要男伴出席的场合，都是姚丝挽着他的手盛装出席。其实这样的行为处在商圈食物链底层，但谁叫杰恩风头正盛呢？没人用这种小事找晦气。他在外介绍那是他爱人，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问道：“那乔战呢？”他抿唇笑道：“心血来潮养的一条狗罢了。”后来这句话传到我耳中，我也只是面不改色地问嘲讽我的人：“杰恩为什么不养别人就养我？他一定是爱我。”换来一句神经病，我很难受。但男人的脸面大过天，我就是死鸭子嘴硬，我就是自欺欺人。也有人觉得杰恩对那男孩也只是逢场作戏，于是问姚丝身价几何，却没想到他当场翻脸，用酒瓶将那个人脑袋砸了个头破血流。当初那群喊着我命好的人开始落井下石，说我巴掌都被呼到脸上了，还不知道在坚持什么，我没放在心上，一群被我骗去睡桥洞的傻子罢了，不理他们。可是渐渐的，我开始整夜失眠，整个人的状态肉眼可见的憔悴了许多。终于在某天午后上楼时撑不住晕了过去，直接从楼梯上摔了下来。医生告诉杰恩，是我的压力太大，病人目前神经紧张，严重焦虑，建议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先静养。杰恩是个尊重医嘱的好丈夫，立刻保证让我静养。次日他带着姚丝不见踪迹，要不是还能听到他的消息，我都要报人口失踪了。原来所谓静养，是和纯情男大在外共筑爱巢，整栋别墅像是一下子死掉了一样。我也是，偶尔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会犯贱的想，这样还不如眼睁睁看着杰恩在我面前和另一个男人亲热，起码那样每天都能见到他。大概有3个月，我都没有再见过杰恩。正当我渐渐接受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后，他却突然回来了。他倚靠在沙发上，下巴微微上挑，指了指桌上的盒子：“明天有场宴会，你把这套衣服穿上，别给我丢脸。”我装作若无其事般问：“你怎么不找姚丝？”他却以为我不愿意，顿了顿，向我凑近了一点，盯着我一字一句道：“乔战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才是我丈夫？”我别开眼眸没看他，故作轻松轻笑出声：“我真忘了。”杰恩冷了脸，气氛顿时剑拔弩张。片刻后，他起身开口：“乔战，我希望你清楚，我们俩人之间是你当初为了富二代甩了我，是你对不起我。你现在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？你以为我会在乎？我告诉你，无论你现在觉得有多委屈、多难受，你都必须给我忍着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之间只要我没提结束，你一辈子都别想离开我。所以这辈子你都得给我忍着。”我望着他，没说话，只觉得面前这个歇斯底里、跟我记忆里那温暖又美好的杰恩好像离得越来越远了。见状，他丢下一句：“明天我会让助理来接你，不准迟到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留在原地苦笑起来，我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是我亲手把他变成这样的。第二天，我换好衣服站在镜子前，礼服应该是量身定做的，很合身。饱经风霜的我，就算前任无良老板夸我长得好，也回不到当年光鲜亮丽的状态了。披了华衣的乞丐也还是乞丐，我早就不是什么大少爷了，而是人尽皆知的软饭男。犹豫了会儿，我打开了柜子，我爸在我18岁那年送给我的手表装在里面，这也是我家破产后我唯一还带在身边值钱的东西了。当我挽着杰恩的手进场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今天他为什么非要让我跟着他一起出席，因为我一进场就和一双熟悉的眼神对上了，是周婷，合伙人兼前夫。杰恩似乎就等着这一刻，表情嗤笑对我嘲讽道：“怎么见到老情人了，连路都走不动了？乔战，请你注意，你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”周婷显然也注意到了我们，她拿着酒杯走到我们面前：“阿战，好久不见。”我朝他点了点头：“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气色这么差？是不是杰恩对你不好？有什么困难跟我说，不要自己一个人扛。”他说。身旁的杰恩表情一下冷了几分，他突然倚靠住我的肩膀，用力将我朝他身后拉了拉：“周总，这么深情，当初还能离婚？”周婷笑了笑，点头道：“是，我和阿战确实没有夫妻缘分，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作为弟弟关心一下哥哥也不可以吗？既然已经离婚了，大家还是做陌生人比较好。乔战不需要你的关心，老友寒暄而已。难道季总这么独断，连自家男人正常交友都要干涉？我自然不会干涉他的正常交友，但有些明显对他别有用心的人，我当然不会视而不见。”说完，他放开我，凑近周婷警告道：“乔战现在是我男人，你最好滚远一点，我可不想成为周围人的话题中心，到时候无论对你、对我还是对他都不好。”周婷也不甘示弱，她摇了摇酒杯：“季总怎么还口是心非呢？我才回来3天，你的风流韵事就听到了不少，你已经是话题之王了。”正当这时，大门突然被推开，所有人目光都被聚集到门口。只见姚丝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她身穿运动休闲装，和会场格格不入。高大的男孩站在门口扫视了一圈，最终将目光锁定到我身上，径直地走了过来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他一拳直接挥在了我的脸上，所有人都懵了，包括我。这种事儿估计大家都还是第一次见。但我摸了摸火辣辣的脸，有些自嘲地想笑。姚丝这一下子，说到底也是杰恩给的底气。周婷最先反应过来，她一个酒杯砸了过去，生气道：“你发什么疯？”杰恩也回过神来了，他拉住姚丝，心疼地帮她擦身上的红酒。姚丝立刻委屈地控诉起来，抱怨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最爱的是我，为什么却不让我今天陪你来？我哪里不如那个男人？”杰恩表情难堪，但还是强忍着怒气小声哄道：“你不是说你最近身体不舒服吗？再说了，今天这种场合需要的是他出席，而不是你。”姚丝听见这话直接炸了，指着我大吼大叫道：“我就不懂了，你明明不爱他，为什么你就非要跟他结婚，还不肯跟他离婚呢？”杰恩脸越来越黑，答应我好不好？马上跟他离婚，我不想在外面总是被别人指指点点，见不得光。我们明明才是相爱的一对，我才应该是你的先生。不知道他哪一句话刺激到了杰恩，他举起巴掌打在了姚丝脸上。姚丝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但除了结婚证上这个位置。他生气了，姚丝被他打愣住了，半天没反应，然后委屈地看向他：“我只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，我有什么错？”他拉住他的衣角哭诉道：“我要死了，我病了。”他这一句话顿时惊起了一片浪。周婷把我拉到他身后护住：“杰恩，这就是你对乔战所谓的好吗？都让外面的人闹成这样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很风光？”杰恩抿着嘴没说话。本来之前听说你们结婚了，我还挺替乔战开心的，开心他虽然绕了一圈，但最后还是得偿所愿了。但现在我后悔了，如果当初知道他现在过的是这样的日子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同意离婚。我现在甚至恨自己把他
推入了你这个火坑。说完，他转头看向我，认真问道：阿战，你后悔了吗？这个男人值得你当初那样做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点头，我现在立马带你离开。我苦笑看着他，心里一阵酸楚，摇了摇头，将他的手抽开。周婷，谢谢你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其他退路了，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承担。周婷表情失望，还想跟我说什么？杰恩过来拉我。见状，姚思从一边冲了过来，这次他没有大喊大叫了，而是捂着腹部，痛苦地靠在杰恩身上。我肚子好痛。这句话说完后，他便晕了过去。姚思开始在家安静地养病，杰恩也忙着陪他嫌少回来，而我的失眠却越来越严重了，伴随着其他症状，有时候甚至都产生出了幻觉，整个人每天恍恍惚惚，没有力气。直到有一天早上起床，从口腔里吐出血来，我才惊觉可能有些麻烦了。换好衣服，拿上钥匙，我独自打车去了医院。医生拿着我的报告，推了推眼镜，几次看向我的表情欲言又止，最后忍不住问到：你的家人有陪你来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如实回答：没有，没关系，你跟我说吧，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，我有心理准备。他叹了口气，安慰道：你还年轻，只要你努力配合我们治疗，还是有可能治愈的。病情现在不能耽误，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案是你马上住院，2个月后安排手术，但是手术存在很大的风险，需要你的家属签字同意。说完，将报告递到我面前，我拿着报告单走出医生的办公室，这时候才发觉原来我捏着报告的手竟在发抖。说不害怕是假的，回头看了看，旁边的人都是三三两两陪伴着一起的，有兄弟也有父母的，而我孤身一人，没有一个人会为我感到心疼。我爸妈都不在了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，目前我的家属只有杰恩一个人，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告诉他这件事。浑浑噩噩的，我走到了大厅，一抬头竟看到杰恩同着姚思走了进来，他手里还提着医院开的袋子，四目相对，他也愣了。门口的护士忽然朝他恭敬地鞠了一个躬：吉总，您预约的 VIP 检查我带你们上去。他点了点头，不再看我，跟上护士的步伐。我收回视线，自嘲地把报告单装回包里。我以为他至少会问一句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却没想过他可以直接当作没有看见。那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。转身准备离开，姚思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乔战。我忍住酸涩回头装作才发现他们的样子，他挽着杰恩向我走过来：呀，真的是你啊？那不然呢？我就是看你这副跟死人差不多的样子，不敢确定才喊你的，实在没想到才几天不见，你就把自己造成这副模样了。他语气透露着幸灾乐祸。杰恩在旁边盯着我半天，终于开口了，但语气还是冷得结冰：你脸色看上去挺差的，生病了就吃药，不要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碍眼，劳你费心。说完，我准备离开，姚思在背后冷哼一声：乔战，你以为你很聪明吗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耍的什么手段，你不过是提前知道我们会来做检查，所以挑好这个时机，搞出一副病弱的样子，装作跟我们偶遇，不然怎么这要巧我病你也病？我倒也想知道是不是你小子传染给我的，不过这只是个玩笑话，不说有没有传染性，但就病种都不一样，你该不会以为你这样恩恩就会心疼你吧？我回头看向姚先生，你是对自己不自信，还是对你身旁的男朋友不自信？只是个偶遇，能让你联想出这么多的紧张，看来他对你也不过如此嘛。我意味深长地看了杰恩一眼，然后大步走了出去，留下姚思在后面气得跳脚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1个月就过去了。这期间医生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劝我早点住院，他说我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。这段时间我也不是没有努力过，我给杰恩打过电话，但发现他早已把我拉进了黑名单，如果他不回家，我们见上一面的机会简直微乎其微。最后我决定去公司找他，前台问我找谁，我说杰恩，他盯着我看了半天，问我有没有预约，我摇了摇头，于是他马上换上职业假笑，客气地跟我拒绝道：不好意思先生，没有预约的话没办法让您进去。正在这时，杰恩的助理从旁边急急忙忙跑过来，看到我后客气道：乔先生，您找吉总在这边等就行。又低声对前台道：这是吉总的先生，以后记住了。前台听闻，捂着嘴惊呼道：他是？那里面那位姚先生是啥？助理一把将他嘴堵住，他也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了话，抱歉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摆摆手表示没关系，跟着那个助理去了会客室等。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杰恩也没有出来。我起身准备直接进去找他，员工现在知道我身份，所以也没有再拦我，于是我直接畅通无阻地走到了他的办公室外面，门被我一把推开，只见姚思正坐在他旁边，喂他吃着草莓。见到我，他也丝毫没有站起来的意思，他窝在姚思怀里，笑道：乔战，我以为你是聪明人。姚思哼笑：这么久都没出去见你，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非要把大家都搞得这么难堪吗？我现在没心情跟他废话，盯着杰恩的眼睛，我有事情跟你说，能不能让他出去？不想在这男人面前说我病了，不然又要叽叽喳喳的质疑，好像全世界只有他病得要死了一样。杰恩不耐烦道：有什么事情就这样说，没必要瞒着他。我咬紧嘴唇，可是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安静了几秒，他看向一旁委屈的姚思：你先出去吧。他撒娇道，满脸的不愿意。杰恩没说话，只是眼神警告他。姚思没有办法，堵着气慢吞吞的往门外动。走到门口时，他突然回头：乔战，我的背包还在桌上，递给我一下。那真是个书包，是他小屁孩的象征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走到桌前，递给他。我清楚的看到他在要接的那一刻偷偷缩回了手，包瞬间落到地上，里面的东西也砸了出声。姚思立刻慌慌张张蹲下身，愤怒道：我准备送给恩恩的香水碎了，这个可是我好不容易托人从法国一家店带回来的，这是我给恩恩的生日礼物。说完，他骂了起来：乔战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是你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呢？为什么总是搞这种小动作？杰恩走了过来，看到地上碎了的香水，把他拉了起来，安慰：没事，不就一瓶香水吗？可是姚思哪里听得进去，他吵着说那是他费了好大力气才买到，可是却被我故意的摔坏了。乔战，你今天必须当着大家的面跟我道歉，是你自己把手缩了回去，所以并不是我的原因。我语气平静。杰恩听闻，又是哄了好久。姚思却一副要他必须为他做主的架势。杰恩轻轻拍拍他的背：别气了，你这样气对身体不好。可谁知他听见这句话后更气了，他毁了我的东西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他的道歉而已啊，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杰恩表情严肃：乔战，你给阿斯道个歉吧。我怔住，看向他：杰恩，刚刚是我摔的还是他摔的？你明明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眼神闪烁了下。
下，别过头，再次重复了一遍，你给阿斯道个歉，何必自取其辱？他早就对我只剩恨了。看着这幅场景，我忽然道：杰恩，你现在真的让我觉得好陌生。他听闻眼睛凝视我，像是要把我看穿，缓缓道：那都是拜你所赐，我们离婚吧。我这句话一出，连刚才还哭着喊着的姚丝都安静了。我知道只有你能提，但是这么久了，你这样折磨我，你真的觉得有意思吗？钱我会想办法还你，是我想错了，是我不该糊涂的对待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从此以后各别两宽，再也不见。或许只有这样，才是目前我唯一的生路了。说完，我指向姚丝的肚子，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小情人到死都只是个小三吗？杰恩却忽然激动起来，一把将我推倒在沙发上，眼里充斥着愤怒。放过你哪有这么容易？你想跟我离婚，这辈子都别想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周婷吧？她回来了，你就想马上再次把我甩掉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如愿呢？至于名分，你放心，我根本不在乎，我在乎的只是看到你乔战因为当初背叛我感到痛苦后悔而已。我被他按在沙发上，头昏脑胀，髌骨沉疴，动弹不了，一口气憋在嗓子里出不来，很快缺氧。我难受的想推开他，却一点用都没有，真是病得快要死了。最后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，我一个人在家待了快2个月，这段时间开始频繁的晕倒和流鼻血，好几次我晕倒在地上，没有一个人发现。试过一会儿，我自己清醒了，才勉强的爬起来给自己找点药吃。我能明显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了。这天周婷突然来看我，开门的时候见到她我还有点惊讶，她看到我满脸憔悴，脸色苍白，本来开心的表情瞬间紧了起来。阿战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努力给她扯出一个笑容，生了一点小病而已。她不信，你现在跟我去医院。说着她拉着我就要往外走，我用尽所有力气拉住她，摇摇头，我不想去医院。乔战，你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？她大声道。这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她发火的样子，我拗不过她，脑袋昏昏沉沉，渐渐失去，直接在她面前就栽了过去。闭眼之前，我只看到她一张慌张又急切的脸，不停地在喊我的名字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医院了。我看到之前给我检查的医生和周婷站在一起，两人的神色都不太好，他可能已经知道我的身体状况了吧。见我醒了过来，周婷连忙朝我旁边走了过来，她用手摸了摸我额头，关切地问道：阿战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点点头，好多了。她眼里填满了难过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不告诉我？如果不是我去找你，你还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瞒你够多了，不能再给你添乱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只想问你一句，医生说几个月之前就跟你说过要尽快住院手术，为什么你一直不愿意进行手术？是钱不够吗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？他这句话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，他瞬间什么都明白了，一拳打在旁边的柜子上。杰恩真不是个男人，我现在去找他。我忙拉住他，他不知道我生病的事，我不说还好，这句话一说，他脸黑得更难看了，直接当着医生的面破口大骂道：自己的丈夫都病成这样了，他还丝毫都不知情，这合理吗？乔战，你不会告诉我他现在还陪着那个小三住在外面吧？我避开了他询问的视线，靠，做手术要家属签字同意，你也知道我爸妈早就不在了，我也不是没有努力过，我过他，可是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让我没办法说出口，可能是我上辈子欠他的吧，这辈子要还他条命。我苦笑道，我问过医生了，你的病现在也不是完全来不及，医生说只要你努力配合治疗，还是有希望的。我摇了摇头，周婷，可是你不知道我现在活着比死了还难受，如果最后是这样的结果，我也能接受。阿战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怎么能为了一个男人要死要活？你当初是甩了他没错，那不是为了不拖他下水吗？你根本就不欠他什么。我只是笑笑，没有反驳，而是转了个话题。周婷看出我不想多说，也叹了口气，本来就没什么精神，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，很快就累了。这一睡便是2天，再次苏醒是被门口的吵声闹醒的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竟然听见杰恩的声音，他拍打着病房的门，不停喊着我的名字。我的病房门口被周婷安排了2个保镖，保镖拦住了不要他进，里面躺着的是我丈夫，你们给我滚开！我努力坐起身，按下门铃，外面的保镖听到动静开门进来，跟我说杰恩在门口吵着要来见我。我朝他点了点头，你让他进来吧。保镖很快就给他让出一条路，门被推开，他跑着进来的，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和他平时的形象判若两人，看得出来出门的时候很着急。他握住我的手，眼下乌青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我把手从他手掌中抽掉，别开脸，我想跟你说啊，第一次我查出来的时候刚好遇到你陪姚丝做检查，我一个人拿着报告心里难受，想跟你说，可是你说我碍眼。第2次我给你不停的打电话，只是想让你帮我签同意书，可是我的号码早已被你拉进了黑名单。第3次我去你的公司，想当面跟你讲，但是你为了一瓶不是我打碎的香水，要我跟姚丝道歉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你只是恨我，你不肯放开我，只是因为可以随便折磨我，只要我难受痛苦，你就高兴了。现在我快死了，恭喜你啊，你快得偿所愿了。我很久没这么叫过他了，说出口来却很顺畅。空气凝结，他愧疚地靠近我，阿战，是我错，这一切都是我错了。周婷来找了我，当初你跟我分手和他结婚的事，我全都清楚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是我自私，我幼稚。他语气哽咽，我不知道当初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在我睡过去的时候，周婷冲到了杰恩的公司，当着所有人面骂了他一顿。周婷都跟我说了，说你从来没喜欢过他，他答应跟你离婚原本是为了成全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阿战，你一定要好起来好不好？我会联系最好的医生给你手术，我以后不会再做那些会让你难过的事情了。等你身体恢复了，我带你去游世界，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做。我静静地看着他悔恨地说着各种话，内心却没有一点波动了。杰恩，我累了。我打断他，他张了张嘴，手摸上我的脸，语气宠溺。好，那你先休息，我就在这陪你。我摇了摇头，你出去吧。阿战，他着急道。我看向他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？他脸顿时煞白。你让我跟你结婚的那一天，其实我挺开心，我以为老天见我可怜，终于肯弥补我一点了，但我没想到竟然是把我推向深渊的礼物。我想的是和你把话开，解除误会，你却根本不给我这个机会。如果让我重新回到那一天，那我一定选你当初给我的第一个选择，因为或许我选那条路，现在可能还有活着的可能。杰恩，我走到如今这一步，大部分是你的功劳，现在在我面前装深情，装悔恨，你觉得有用吗？还有，请你以后时刻记住，我乔战的
的死有你一份功劳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虽然我时日不多，但我也不想在最后几天还看见你那张让我糟心的脸，所以答应我生前最后一个愿望，从此以后离我远点，好吗？说完，我按下床头的紧急铃，保镖立刻走了进来，麻烦把吉总请出去，以后不要让他再进来了。这番话一出，我明显看到他身子抖了抖，杰恩不肯走，最后是被保镖拖出去的。到门口时，我忽然喊住他，他以为我想通了，惊喜的回过头来，我还有一个愿望，阿战，你说，只要你想要的，我一定都会帮你完成。我的葬礼，我希望你不要出现。他亮起来的眼睛瞬间暗了下去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知道虽然没再听见他的声音，但他每天都在病房门外。后来周婷来的时候，叹气，我真的不懂你，人家恨你的时候，你巴巴守着他，现在想弥补了，你又不肯见他。我恶劣的笑笑，可能就是贱吧，现在不给机会，他大概就要一辈子念着我了。周婷默然，你带我走吧，我知道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最后的时间我不想在医院里度过。周婷看着我半晌，终于点头答应了。第二天，趁杰恩下楼接电话的功夫，他带着我离开了医院。后来，周婷跟我说，得知我生病后，杰恩就跟姚思提了分手。姚思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扬言威胁他，如果分手他就自杀。结果没想到杰恩毫不在意，马上叫助理带着姚思去楼顶。姚思没想到他真的这么狠心，大怒之下冲出了门，没想到在马路上迎面被车撞飞了，腿也重度骨折。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人已经神志不清了，医生说要截肢才行了。他一个体育生失去了双腿，一瞬间彻底崩溃了。杰恩得知后，给了他500万和一张分手协议，他始终没去看他一眼。他一直是个这么狠心的人，我评价道。刚说完，楼下门铃又响了，周婷递给我一杯水，他又来了，还是不见吗？我从阳台上看得到他站在门外的样子，这段时间他也瘦了不少，头发掉了许多。我摇摇头，你知道的，2周后我去世了，杰恩还是来了我的葬礼，站在了人群外。后来他开始酗酒，终于在有一天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，倒在了空无一人的别墅，头磕在了桌角，血流不止。恍惚中，他脑海里出现了我当初一个人在家晕倒没人的样子，血把他眼睛糊住了。他笑了笑，阿战，我来找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